嗨，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很酷的技术，它有个称号叫做体外的第二颗心脏，学名叫做 EECP。这是一种不用开刀的心脏辅助治疗，但厉害的是，它的影响远远不止在心脏。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项技术是怎么样从根本去调整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甚至还能影响到大脑功能跟全身的活力哦。好，我们先来想象一个画面哦。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舒舒服服地躺着，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得到跟跑完一场马拉松一样对心血管系统的各种好处，你是不是会觉得哇，这也太棒了吧？听起来是有点像科幻小说，对不对？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项技术，它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没错，这个躺着跑马拉松的概念就来自我们身体的第二颗心脏，也就是 EECP。这个称号可不只是随便说说的比喻哦。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到底是怎么在我们身体外面这么精准的来帮助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我觉得这句话完美总结了 EECP 的感觉。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请了一位专门服务你整个循环系统的被动式健身教练。也就是说，你本人完全不用动，但你的血管和心脏却正在进行一场超级有效率的锻炼。它的全名叫做增强型体外反搏。不过，我觉得你真正需要记住的是这几个关键字代表的意思。非侵入性，就是说它完全没有伤口；无需手术，就代表没有麻醉的风险。那门诊治疗就更棒了，意思就是你做完就可以回家，完全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好了，了解了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就要来深入看看这项技术背后那个超神奇的运作原理。它可不只是被动地帮忙心脏而已哦，它更像是在我们身体里面启动了一场非常精密的血管网络重建工程。那要怎么理解它的基本运作方式呢？其实最生动的比喻就是挤牙膏。你想象一下，有一股力量从下往上，很精准地把血液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整个过程的精髓就在于它跟你自己的心跳是完美同步的，形成一个一进一退的节奏。好，第一步，当你的心脏正在放松休息的时候，绑在腿上的气囊会有下往上一个个充气加压，把充满氧气的血液用力地灌回心脏最重要的冠状动脉。再来第二步，就在你的心脏准备要奋力收缩把血打出去的前一瞬间，气囊唰的一下全部放气，这会让血管前方的压力瞬间降低，就好像帮心脏把前面的路都清空了，让它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工作，负担大大减轻。不过，你可能会想，这样一压一放只是机械性的辅助吗？那真正能够重建我们循环系统的魔法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问到重点了，这才是 EECP 长期效果的关键。答案就在这个关键词剪应力。简单来说，这就是血液加速流动的时候，对血管内壁产生的一股温和的冲刷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帮血管内部做 SPA 按摩，而这股力量会很温柔地去唤醒我们身体里面与生俱来的那种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剪应力会带来3个超惊人的结果。首先，它会刺激血管释放一种叫做一氧化氮的东西，这是一种天然的血管松弛剂。再来，它能帮助修复那些已经受损的血管内壁。那最神奇的是第3点，它会促进侧支循环的生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然绕道。这就像是在塞车的高速公路旁边，身体自己会长出很多新的替代小路，直接绕过那些塞住的地方。当你了解这个天然绕道的原理之后你大概就能明白了为什么 EECP 的影响力绝对不止在心脏。你想想看，我们的血管是遍布全身的从大脑到脚底都有。所以当你优化了整个交通网络之后，受益的当然是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嘛。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什么很新的技术，但其实它的发展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这个概念早在1962年就出现了，然后经过几十年的验证，在1992年就拿到了美国 FDA 的核准，更在2002年被美国心脏学会这种权威机构正式写进临床治疗的指导方针里面。那在台湾，各大医学中心也从2000年代之后陆续引进，所以它其实是一项有着非常坚实科学基础的成熟技术。那
现在我觉得这张图真正有趣的地方是，我们看到它的应用范围早就已经远远超过心脏科了。你看，在神经内科，它被用来改善中风后的复健，还有我们常说的脑雾。在男性健康方面，它能改善血管性的功能障碍，甚至在抗衰老跟健康促进的领域，它也被用来改善慢性疲劳，真正实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躺着跑马拉松的效果。好，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很好奇了。那在台湾，如果我想要体验这种被动式健身，需要知道哪些比较实际的状况呢？我们就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费用跟价值的问题。这边有一点非常重要，要先跟大家说清楚。目前在台湾 ，EECP 是属于全额自费的项目，健保还没有给付，所以大家会把它看作是一种对自己健康的投资。那这笔健康投资大概是多少钱呢？一般来说，一个标准的完整疗程是35次，总费用大概会落在新台币14万到28万之间。这个范围会因为不同的医疗院所，他们的设备、服务还有地点不太一样而有差别，所以这是一个参考的区间。这个价格听起来可能不低，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它的价值。传统的侵入性手术，比方说装支架，它比较像是道路抢修，目标是赶快解决某一个点的塞车问题。但是 EECP 的概念更像是系统性的都市更新，它不只处理一个塞车点，而是透过刺激你身体自己去修复，从根本上提升整个路网的健康跟效率。不过话说回来，还是要强调一下，虽然 EECP 整体来说非常安全，但它毕竟是一种强效的治疗，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这里列出来的是一些绝对禁忌症，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下面任何一种情况，就绝对不能做 EECP 治疗。这包括主动脉瘤、严重的深层静脉血栓、严重的主动脉瓣问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还有怀孕。所以在考虑任何治疗之前，拜托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做非常详细的评估。最后，让我们用这个最强大的比喻来做个总结。如果说心导管手术是通水管，目标是解决单一的堵塞点，那么 EECP 就是一场全面的都市更新加上道路拓宽。它不是靠外力去强行介入，而是从根本上去唤醒你身体自己的潜能，来改善整个交通网络。我想，这或许就是它被称为体外第二心脏的真正意义吧。它不是要取代你的心脏，而是要教你的身体如何更好地去帮助自己的心脏。